造车车中最硬的东西，你以为是女教皇的满嘴烂牙，其实是以下几位天赋选手，而质检员则是左手伤害高，右手高伤害的白金之星。なんだとまさか。DA 是替身面板的极限，并非白金之星的极限。首先登场的就是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 Kakyoin， 他的脑袋也是真硬。裁くのは俺のスタンドだ。作为第一个吃欧拉拳的人 ，Kakyoin 绝对有发言权。这里是承太郎第一次如此发怒的打人，感觉已经充分发挥了白金之星的力量。毕竟整栋楼的玻璃都给震碎了，可 Kakyoin 的脑袋还好的。这里可以有两种解释：一是 Kakyoin 天纵奇才，二就是吊爷的肉芽起着作用。接下来看波波，虽然是打吊团的搞笑角色，可拥有着仅次于阿强的肉体。没办法，谁让荒木给了他一个没有任何能力、视野不共享、伤害共享的白板替身，很多伤害只能波波自己去扛。再加上经常在厕所遇袭，星辰斗士又被称为波波的不妙冒险。第三位，波良 King， 勃起しちゃいましてね。白金质检员当年锤他的时候还是壮年，那可是整整2套欧拉拳呐！光看画面，我只感觉脊梁经脉尽断，可人家还能站起来，最后还是救护车收走人头。这么看，大家还是要有好的作息习惯呢，学学这位上班族。タバコは吸わない。酒はたしなむ程度。夜11時には床につき、必ず8時間は睡眠をとるようにしている。寝る前に温かいミルクを飲み、20分ほどのストレッチで体をほぐしてから床につくと、ほとんど朝まで熟睡さ。赤ん坊のように疲労やストレスを残さずに。第四位，神父普奇。其实要我说，神父跟前面几位比，那还是有些差距的。何？这时的阿强已经进入中年，精神力大不如前，其实就是被荒木削得太狠了。要知道，当年的吸血鬼迪奥可是被白金质检员一拳打得脑洞大开。综合上述原因，普奇的头盖骨也是够硬的。不过，也可能是命运在作祟，乔斯达家的人无法战胜普奇。而在石之海之中，还有一个很硬的东西，那就是绿海豚监狱的栏杆。请看 VCR。也是因为最弱里 A， 徐哥的十之自由被称为免费石头。第五位，肉装刺客米斯达，这里必须避开第四。ケーキが4つなんだ。この俺に死ねっつうのか。まだですか、ミスター。我感觉他的血条厚度比起波波来还要略胜一筹，这哥们儿纯命硬，对战手艺工作，腰子中一枪屁事儿没有。反观七代桥，同样腰子中了一枪，直接坐上了轮椅。对战普罗修特，脑门上中了3枪，硬是靠老五活了下来。最离谱的还得是对战白色相簿，前前后后共中了18发子弹，居然还没死，不愧是荒木喜欢的角色。まあもう本当たくさんいますけど、僕は書いてて楽しかったのはミスターですね。スタンドとかね、銃からこうスタンドが出てくるやつとかですけど、ミスターはなんか肯定的ですよね、まず。なんかあんまりこう、自分はそれでいいみたいな。で、忠実で、なんか迷いがないですよね、いいですね。虚假的主角光环乔尼，真正的主角光环密斯达。但要说最硬的肉体，我还是要掏出那位男人恋人钢铁阿丹。这位可是白金质检员精心挑出的整整3页半的欧拉。てめえのつけば金では払えねえぜ。所以也有了那么一句话：铁打的恋人，打铁的白金，吊爷都没钢铁阿丹这个待遇。有小伙伴可能会说啊，会不会是白金之星收利了？可能收了，但说的不多，毕竟他是唯一一个敢把承太郎当桥的男人。最后提一嘴人渣乔克拉特吧，被蓉蓉连打了7页。
这里大家要清楚，黄金体验是力 C， 跟白金质检员根本没法比。不过能冲这么长时间，也能排得上号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最硬的男人了，我们下期不见。